耳其濒临地中海与黑海，横跨欧亚两大洲，风貌之佳，令人感到美不胜收，就像骑地毯一样，令人赏心悦目。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使土耳其成为游人向往的乐园。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一起游览著名的旅游胜地土耳其。卡帕多奇亚是我们的第一站，从卫星上看，这里是最像月球表面的地方，这里也是全世界最适合乘坐热气球的地方。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早上5点半，热气球公司的车已经接上我们。现在天蒙蒙亮，月亮还在天上呢。气球都蓄势待发，准备升空了，我们的也要起飞喽！卡帕多奇亚以它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及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随着气球缓缓升空，奇特的岩石、形状不一的丘陵、神秘的洞窟都尽收眼底。太阳出来了，好漂亮啊！一片金灿灿的，搭配凹凸有致的山石和飘在近处远处的热气球，画面真的太美了。在热气球上看日出，真的是种不错的体验。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我听说有的人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因为天气不好，热气球不能正常的运行，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遗憾给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下次再来玩吧。的热气球上午会有2个时段起飞，第一飞是天没有亮的时候，正好可以迎接日出，看到太阳普照大地，一幅金色的画面。第二飞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就完美的错过了日出，但是也没有关系，奇特的地貌景色也会震撼到你的。热气球落地了，我们要帮忙一起收起热气球，因为太大了，我们一篮子的人都要来帮忙了，完全把我们都盖住了。收拾完热气球，依然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都抓住最后的机会拍照留念呢。这时，我们的 Captain 给我们准备了香槟，庆祝今天飞行成功。Captain 说，这是一个仪式，必须要为每个人点赞庆祝。我在看视频。很棒的仪式感哦，我喜欢。结束热气球之旅，我们开始了卡帕多奇亚的自驾行程。
卡帕多奇亚的公共交通不太发达，想步行去一些景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里是比较适合自驾的一个地方。这里的道路比较好开，路上没有什么车，道路也很直，旁边的草地打了霜，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很漂亮的一幅画面。据说冬天的时候，土耳其也有不错的滑雪场。开车大约25分钟，我们就到了戴林库尤地下城。门口有座古希腊东正教堂，据说建于1858年至1860年。戴林库尤地下城是房间最多的地下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距离地面最深处有40多米，每层都有通风口，约18到20层。目前只有8层对外开放。即使是这样，走到最底层的时候，向上看，会看到壮观的一直通向地面的通风井。地下层有1200多间房，起居室、礼拜堂、学校、酿酒坊、仓库等设施一应俱全。据说在戴林库尤地下城曾经居住过4万多人。地下每一层的入口都有一块巨大的石门堵住，以防入侵者进入。里面的住户则可以通过地道在各层之间自由出入而不被发现。地下城里有很多像这样很窄的通道，只能一个人通行。参观完地下城，我们开车20分钟便到达了鸽子谷。从这里看下去，就是鸽子谷的半个全貌。鸽子谷靠近乌齐萨尔城堡，位于格雷梅国家公园之内，因沿途彩色的鸽舍而得名。鸽子谷这样规模的鸽子洞却是卡巴多奇亚地区绝无仅有的。如果想避开拥挤的人流，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启神秘的卡巴多奇亚徒步之旅。徒步的线路有几条，从18.5公里到11.5公里不等，可以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线路。但是鸽子谷是每条徒步线路必经的地方，如果体力有限，只选择鸽子谷到乌齐萨尔城堡这一段路线徒步也是很不错的，大概1公里左右，可以近距离的欣赏更多奇特的山石、洞窟以及鸽子洞。卡帕多奇亚也是土耳其葡萄酒重要的产区，徒步的过程中也可以造访一个酒庄，去休息一下，然后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这也是很棒的哟。土耳其之眼又称土耳其蓝眼睛，蓝眼睛的标准称呼是美杜莎之眼，即邪恶之眼。如今的蓝眼睛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旅游纪念品，也正因为它是邪恶之眼，所以有种说法是不要把它带回去，这样邪恶也一同被带回去了。那信与不信就留给你去思考了吧。
鸽子谷出来，继续往前开几分钟，我们就到了乌齐萨尔城堡。登顶的入口处有咖啡馆与手工品店，能买到一些精致有特色的小摆件。其实这里也就是停车场。乌齐萨尔城堡又称为乌齐萨要塞，乌齐萨是第3个堡垒的意思。与另外2个堡垒相比，这里最为险峻，也是格雷梅的制高点。城堡由60米高的巨岩开辟而来，早期的定居者将其挖空，建成互相连通的要塞。外敌入侵时，居民平时在洞穴内存好的水粮可供使用数月。从内部的洞穴房间穿过，即可到达顶部。虽然路途比较费劲，有很多的台阶，但风景十分的壮阔。在城堡顶上能观看玫瑰谷和鸽子谷上方的落日，这是一项非常热门的体验。登顶还能一览卡帕多奇亚的乡村全景。从乌齐萨尔城堡出来，我们开车10分钟到达了格雷梅镇。其实整个格雷梅镇周边的一大片区域都是格雷梅国家公园。我们选择了游览格雷梅露天博物馆，它浓缩了卡帕多西亚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历史，汇聚了30多个石窟教堂，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些石窟历史，又不至于徒步整个格雷梅国家公园。这些教堂最初是由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迁移到卡帕多奇亚地区的基督徒修建的。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选择将山体凿空建造教堂。每一个小教堂都有一段当年留下的美好传说，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在8、9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中，教堂里的壁画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有的全部都被毁掉了，有的将人物的脸部刮去，使这些壁画成了残酷历史的见证。离开露天博物馆，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找到了一家土耳其本地餐厅，前餐就上了这么多好吃的，好丰盛啊！土耳其烤肉最好吃，还没来得及拍照就通通吃光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次再见吧。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啦。